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今天我们要就这个突发新闻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邀请到了大宇盼惊奇的大宇，然后还有军事情报局的周子定，我们都是圆桌骑士。那么今天要来说一下昨天晚上突发的一个情况，就是川普总统本来是第一次参加了这个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结果刚上了前菜。就听到了这个枪响，当时川普总统还以为说是这个什么噪声啊，这个 noisy 的东西。然后呢，梅兰妮亚就当时眼神非常警觉，她说这是 bad noise， 就是这个东西不好，这肯定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结果没过2分钟吧，一分钟不到，然后特勤局人员就说，就让大家就是赶紧撤离出去，然后该当，大家就开始找掩体，都蹲到了桌子底下，就整个画面看起来特别惊心动魄。然后后来福克斯的新闻就是说嘛，说几秒钟之内2600人全是慌乱的状态，就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也是觉得挺紧张，所以今天又额外加一期，其实是周末，但是还把大家叫过来。对，大宇先说说吧。昨天其实你就做了这个直播，就讲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对，昨天我节目特别多，然后还有个会员节目第1期节目播出，然后正播出时候这个新闻就发生了，然后后来实在是太累了，我本来还想再做直播，但是赶不及，我休息一下之后，半夜起来我就写了一期节目，今天早上才发的。说实话，对于这种突发新闻有点晚啊，但是呢，就是还是跟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互动，就以这种方式。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非常意外，没有人会想到在华盛顿 DC，而且是在建筑里边会有这样的枪击案。往往呢，川普所去的方位，那他如果是建筑里边，现在其实场外也一样，都会有非常严格的安检程序。对，特别是在建筑里边，你进入建筑的话，一定有安检。所以首先这枪声是谁开的枪，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所有人都没有看监控录像，不知道这现场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枪响。有的人可能会以为是恶作剧，我一开始以为会不会是恶作剧啊，或者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就是他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对，后来看监控录像才知道。真是有这个嫌犯，就是 Cole Allen 哈，他拿着枪往里冲啊，对，就直接从那个安检口就没有理这些，我想特勤局人员也很意外，因为他们应该想不到有这种情况，就直接以全速100米冲刺的速度往安检里跑。但是好在呢，特勤局人员还蛮多的，我看满走廊都是，所以很快把这个人拦下来了。所以这个嫌犯的犯罪动机也是蛮值得玩味的。他一想到这种方式，也许就想趁全场都放松了，马上，因为他这个袭击开始的时候恰巧是8点35分，晚上8点35分那会儿是刚上菜的时候，宾客们非常的放松，都等着吃饭了。然后呢，边吃饭，台上呢那位美国读心术的这个专家还给川普还的妻子演示这个读心术的一些技巧啊。据说演示的是莱维特他的即将出生的宝宝叫什么名字，然后呢他会把他的名字猜中，也许吧，但是当时好像很惊人，现场都很惊讶嘛。但是小氛围表演，其实并不是给全场做这表演。但当时就所有任何人都会是比较放松警惕的状态。就这时候，这嫌犯冲进去了。冲进去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在特勤局人多。其实你看个别特勤人员的反应还是有点慢，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就感觉对，就是。不应该，作为特勤局这样的专业人士来说，他应该时刻保持警惕。对这样的突发事件，他应该默认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的手，有的 suppose 有些人是不应该离开手枪的。那这个人他冲进的时候，他可以跑那么远，而且没有遇到子弹，就是后面开始说把他击毙了。那后来有媒体更正，就说其实呢是逮捕，而且1颗子弹都没朝他打，就直接把他给抓住了。他是身上没有弹伤的，对啊，还是给他送到医院去检查，但是他是没有事儿的，所以是活捉的啊。但是这个就是你知道吗？这个从2个角度看，一个角度看呢，也许特勤局胸有成竹，我就是不费子弹，不用跟你要子弹费了，我就把你抓住。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就是很 casual， 他们也很放松，就是完全就是靠运气把这个人给拦下来了，因为靠人多嘛。你怎么的？你第1道冲过去，第2道你冲过去，第3道你也冲不过去。那这个就得检讨了，你为什么这么放松？这种情况，你第一时间你一定有一个预先的方案的，对吧？一旦遇到这样突发事件，你是要开枪，你打什么部位，你是要怎么处理，都应该有预案。但我们看到现场比较松懈，甚至
有现场的一位参与者，就参与晚宴的人，他后来呢就是跟媒体讲，他自己进去的时候，进门的那个关卡没有看他的身份证件，他就是拿了一个请柬，就直接走进去了，而且这个人是可以跟川普握手交谈的。那如果说有什么人长期策划伪造一个请柬，他也就进去了。好在这个人他不是杀手，那如果是杀手呢？所以这是现在目前能看到的就几个比较明显的安全漏洞。就没想到就是在24年7月份巴特勒事件发生之后，然后特勤局其实并没有彻底的把这个事儿重视起来，而现在呢又是有这么多人惦记着川普，那这是很大的问题。对，刚才大宇说这个安保的问题，我看到有消息就是说，是因为这次他不是在白宫里边去召开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在希尔顿酒店，所以说呢，这个酒店和特勤局之间的安保就有一些不够流畅的地方。那这样，他这个希尔顿酒店离这个白宫1英里，然后因为你在酒店里，他是在酒店里这个宴会大厅举行，然后你想这个酒店里还有其他的客人，他和这个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去酒店先把这个酒店全包下来，对，他就是一个活动，而且这个活动主办方是这个白宫记者协会嘛，但记者协会它其实不是官方组织，所以他这个宴会大厅定的就是说，你进希尔顿酒店的时候，他是没有正规安检，就你甚至可以带枪进去，你都发现不了，他是有这个安保这个特勤局的人员在那边站岗，但是呢，他基本上就起一个警戒的一个作用。你进去以后，就是说。我看到有目击者说他看到这个人跑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那个小房间它是一个预备房间，它是放一些酒吧的推车，然后但是那个房间里面没有其他人，所以他在里面呢把武器掏出来，然后组装好，他最后是后来有这个警察局长说他最后是有霰弹枪，然后有手枪，还有多个一个霰弹枪，对，还有好几个武器，就感觉因为刀，对，因为他可能预备着就是说我。需要换子弹嘛？我这把枪打完了，啪一扔，换一把枪继续打，就还挺有准备的。对，看出来他是有备而来。然后他是进这个换完了以后，然后在冲安检的时候被发现，因为安检会有金属探测器，然后这个安检是在宴会大厅外面它是中间还有一个楼梯，然后再进入宴会大厅，所以在外面发生这个枪战，然后随即就被制服了。所以就没有影响到这个宴会大厅内部的情况，但是因为好几声枪响嘛，所以宴会大厅情况是很紧急的。然后紧接着特勤局人员就是冲进去了，然后就是说就先保护这几个这个重要的人物，包括总统、副总统。我看这个万斯撤了，然后有2个特勤局人员架着川普，然后前后也有人，然后还有那个穿军装 National Guard， 就是这个国民警卫队的人也冲进来，然后把川普送出去。然后其他包括坐在下面，因为主席台上就那么几个人嘛，坐在下面，你像赫格塞斯啊，像这个 Johnson 啊，就议长 Johnson 啊，包括其他的各个部长、能源部长跟检察官什么，然后他们也是一个一个被护送走的。对，我们看到这个枪手其实也是挺可疑的，他是一个加州的民众，然后他是在前一天呢，他的哥哥跟着宾州的一个警察局是报案，说他呢是有这种极端行为的象征，说他有和家里透露出来他要做点什么事儿，然后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昨天发生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大家又发现他参加过 No Kings， 就是没有国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protest 这样的一个抗议活动，之前还是在西部那边是参加什么比较左翼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其实对于川普总统他是有很多的这种应该说是怨恨，或者说是他觉得他是在做正义的事情。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今天不是有个新闻，就是说他写了一个什么东西嘛，有声明，他发了一个长篇的声明，就是说对不起，我要就是做了一些事儿，让你们就是觉得很担心或怎么样，但是我要做这个事情。对，就是他前半部分是道歉，给父母道歉，给他的学生道歉，然后然后后面就开始说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核心思想就是他认为川普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恋童癖，然后是强奸犯，然后再加上是一个 traitor， 就是叛国者，所以就给我的感觉，他认为他在做一个正义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就是川普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我只是替天行道，有种那种感觉存在。其实这对他蛮危险的。就确定这声明是他发的吗？我也看到了，但是我没有去查。
他的家里，他在加州的家现在已经被包围起来，要进行一个详细调查。提前写的一个东西。对，因为这个他家人都是有证实的。他妹妹说，他这2天就是偷着买了2把手枪，然后藏在他爸妈的家里，然后没有让他爸妈知道。然后他周末的时候会去射击场去练枪。那这个他写的这个东西就是铁证了。因为现在我听到给他的量刑基本上2个罪名，一个呢就是说他携带武器冲击这个公共场合，还有一个是用武器去攻击这个联邦官员啊，就2项罪名。对我这个不太确定哈，这个还要查一下。这个是这个 DC 的地方检察官他所提出来的。是，然后其中有一项罪名可以最高判20年，但是这2项罪名都没有涉及对于他可能要袭击总统的指控。但一旦这个指控成立的话，他是无期。哎，这里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当时距离川普总统其实只有50米的距离，然后现在大家没有得到的一个就是说确切的回答，川普总统自己也只是说他可能是被袭击的目标。你们觉得这个枪手就是冲着川普来的吗？我觉得是，就是川普，因为我觉得就是按照他的想法，就是说他是替天行道，但其他官员替魔行道吧？对他可能自己觉得就是说他做的正确的事情，但是看起来他痛恨对象就是川普，其他人可能是类似，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可能边边角角或者是帮着川普的，所以从这个看来，我认为川普是他的首要目标。川普还有他的整个阵营，对，你觉得呢，大宇？我看起来，如果刚才2位提到的他那个声明就提前写好的被发现，那就是铁证啊。他说什么恋童癖、强奸犯，说叛国者，这是基佐这些人指代川普的代名词的集合。对，一提到这些，而且他又在这样的场合出现，那没有别人，他们指的那就是川普。其实这种指向含义特别明显，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拿到呈堂证供的话，他都脱不了干系的。对，那昨天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大家不是看到又发了一个这个新闻的记者会嘛？然后川普这边就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就说：“为什么总是你？怎么总是发生这种刺杀问题呢？”川普也说：“那确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我，但是呢，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人，他都是最后的这个下场呢，有一些不太好。”然后我当选之前，我也不知道美国总统的这个危机是这么大的。如果是这么大的话，我可能就不选了，我可能就退选了。就是他说是8%的一个致死率，就是遭遇暗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美国总统，然后他就说很多没事的人，所以也没人认为他干涉了别人的这个没有动别人的奶酪，所以他就没问题。他是自己是这么回答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近代美国总统遭遇这样明显的袭击案，那都是保守派共和党的，而且推的就是让美国伟大的这个 slogan 的。对，一个是里根，还有一个现在川普。之前的几任总统我没有记得有这么明显的行刺动机的事件发生。美国有4任总统都是死于暗杀，就历史上嘛，对吧？对。然后就是近代，就是说里根和川普80年代开始，对吧？这2个，而且里根上次遇袭，他是真的被打中了。对，他打中那个地点就是希尔顿酒店外面，是这个地点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很巧。拆了吧，拆了是吧？这个很，它也承载了很多的历史，但有的时候可能不太好。对，但这里边你发现没有？其实这个犯罪并不是不可遏制的，因为这里边有个非常明显的规律，它只针对就保守派的共和党的，强调美国这种。虽然里根没有，就是说里根不像川普这么卖力的去喊 America First， 但是里根做的事儿，他也是这个打倒共产主义对这个本质的。那里根其实川普也在学习里根，包括通过实力求和平，对吧？这都是里根当年做的，而且他的竞选口号就让美国再次伟大，也有在模仿里根当年的这个竞选的他的精神。所以这2个总统都有某种的这个联系的。其实，那他们同样是保守派，希望美国好，真正的去排除一些沼泽，真正的去打击腐败，然后呢，让美国能走向复兴。恰恰是这2个人遇到了这样的刺杀，别人没有，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犯罪。所以这个意识形态犯罪，你一旦把它归类了，这其实可以防的。那怎么防？那这个就要去看这意识形态犯罪它的仇恨根源在哪儿，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仇恨？
所以我觉得今天有一位美国的议员说的非常好，他说就是左派媒体成天的在宣讲川普就是如何不好啊，如何这个是忤逆美国人民的意志，如何叛国。他不断的在讲这些的时候，那缺少判断的，你知道吗？普通人的判断极为依赖媒体播报的信息，他自己往往很少去真正思考什么，因为更多的人他不做媒体的话，他每天是陷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他可以享受生活，要么就勤奋的工作，要么就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朋友在一起，他去这样打发时间。但他更多的时间不会去仔细思考你每一个消息的来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这时候呢，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他可以信任的，那他当然对他是有益的。但如果是很多基于仇恨的，给你灌输很多仇恨思想的这样的左派意识，那这些人呢，就是不自觉的就会带上这样的思想烙印，那他就会指导他的行为。就像这个来自加州的Cole Allen， 那他在加州，那就是左派意识形态一个大本营。那边对川普的这个仇恨值，相当于美国，就相比于美国其他州，那是高得多的。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说明呢，现在这个对立的意识形态，包括左派媒体，包括一些这个仇恨川普的群体，他们宣扬的对于这个 MAGA 的仇恨，对于川普的仇恨，完全是不基于事实的，完全是就是基于情绪。然后甚至现在有些保守派的民众呢，会讲说这种情绪有一点点就是说像精神上的某种disorder，所以他们就觉得这必须得改变。那怎么改变？那就是从媒体上，从这个教育上，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毕竟现在媒体搞这个，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我们可能都看到过，就是以前有美国专门的人，就是做过一些纪录片，或者写过某些书籍，他去揭露共产党人在美国的运作。他其中之一就是控制媒体、控制教育，要给美国人灌输这种左派的仇恨思想，然后呢，达到他们某种目的。现在其实对川普的这个仇恨叙事，他只不过是找到了一个目标，在实现他们的议程，搭了川普这顺风车，但是他是反着打的，他并不是在推广这 MAGA， 他是反 MAGA， 以此为由，因为 MAGA 势头很强，它容易形成话题。那我有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为什么这些媒体那么反对川普呢？这些媒体因为首先就看 follow the money， 他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这一点呢就值得去深挖。因为现在我没有做这方面专门调查，但我觉得肯定能找到一些根源。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很多媒体里的年轻记者，他是大学教育出来的。我可以跟你讲，美国大学很多都是左的。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他去读了一个名校，在那之前呢，我们无话不谈，非常友好。那正因为后来我就讲了一些川普的实话，我没有去仇恨川普。然后这个我的朋友呢，他之前没问题，后来去了这学校读书1年，就跟我就不再联络了，就因为川普，就是一个大学的教育就能把人变成这么极端。他就看我的节目，知道我对川普的态度并不极端，并不是那种就是在骂川普，所以他就觉得有一点，他觉得我偏颇。他会觉得 OK， 川普这么烂，你为什么还去讲很多他的好话？那他会觉得我没法再跟你交往下去了。但是你说这是政治观点，对吧？这跟我们交朋友有什么关系？但是仇恨川普的人就会这样，他会把这种仇恨移植到亲情，移植到友情，到这些都会受影响。所以那些左派媒体里边的记者，很多年轻人他都是这个大学出来的，他就会这样。而且那个圈子啊，那媒体圈子，所谓的精英圈，它弥漫的气氛就是这一点的。美国虽然媒体呢，他们不像中共有什么中宣部它是这个由政党意识形态统一管控的，但是美国媒体背后也是我觉得是有这个金主，不同的金主在影响他们。我觉得这个事情分2部分。第一就是说，我看到美国很多主流媒体，它特别是之前2次大选的时候，他会去英文叫 spin， 就是说他会去篡改或者是改变角度，使得这个事情对川普看起来不利。有很多媒体是这么做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认为川普在过去确实也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我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包括最近这个乌克兰政策，其实很多人
不喜欢川普的是对施加乌克兰的方式，包括比如说川普发币，比如说川普这次当选之后发这个川普币和梅拉尼亚币，我觉得很多人不理解，或者很多人没币。因为你这个发币这个行为很明显就是割韭菜的行为，对吧？你看现在梅拉尼亚和这个川普币的这个价值还有多少？当时有多少人买了这些币？但他这个币，我认为他就是在割韭菜的行为。包括这个川普，他说的很多话，可能是当然这可能他个人风格问题，他就是这样一个风格。所以我觉得在多方面因素之下吧，导致现在这个现状。我当然是不同意现在这样一个社会的风气，因为我接触到的情况是，川普从2016年大选就是对美国社会的当时美国社会因为大选而撕裂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共和党的朋友，然后一般家里都是男的支持共和党，女的支持民主党，或者是长辈支持共和党，孩子支持民主党，然后大选又是11月份，然后11月下旬又是感恩节，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就是吃饭都吃不好的啊，就是甚至有人因此双方离婚的啊，就是男支持川普，女的支持这个当时希拉里嘛，然后所以他对社会是有极大的一个分裂，就是我希望的是，就是说你不管支持拜登也好，支持川普也好，就是说这个社会能趋向弥合。我不认为拜登是一个特别坏的一个总统。当然，我也不认为川普是一个坏的总统。我觉得双方就是说，都是有一定的就是可取之处。然后我不希望左派或者右派都以很极端的方式去看待对方。对，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其实我呢，从来就不是一个川普的粉丝。我并不是说他做的所有我都认同，他做的有些事儿，我其实像观点也不太一样。那比如他以前对于这个英国脱欧的一些说法，那可能这个英国脱欧从这个整体战略上来讲，英国脱欧，英国脱欧，Brexit，我还英国脱欧。然后这样的话，对于欧洲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就对于整体世界上哈，对于这个中共的制衡。那另外呢，就是像川普呢，他进来经常跟习近平称兄道弟，就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就是他和金正恩称兄道弟，就是他只能给自己带来一些这个，就是他已经在言论上受到左派媒体很多攻击了，为什么要授人以柄呢？对吧？所以有些事儿我并不是很认同。问题在于说这个仇恨是谁煽动的，对吧？就说是 Mega 煽动的，还是说这个反 Mega 的煽动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对，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包括像很多大学教育出来的年轻人也好，或者说是就是温和的人，他也会觉得这就是美国的根基，它就是言论自由，他左派也有左派该说话的地方，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彻底的说是有一个清洗，或者说让它扭转这个整个的局势，它会一直这样存在下去。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整体左倾的问题，所以马斯克不也是有点就是偏向共和党这些，就是它这个社会的这个根基就是这样的，它的机制就是这样的。你想说让他们完全洗脑，就是洗除对于别人的这种仇恨的这种就是说教育，然后这种思维长期以来养成的这种观念，它很难，它是一直有一个左派在的。他哪怕跟着一些共和党人接触了之后，他认同了一点观点之后，他还是有他的社会圈子，他还是会回到那个左派的或者说是民主党一边。就是说，他人是会很容易变的嘛。但是他就是一直会有一个正，也不能说是正，但是就是说左右之分。他一直有一个左右之分，所以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全是一个思路。对，但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你就是要这个服从选举结果呀。那既然 Mega 这么多人去支持川普，把他送上了总统宝座，那他现在做什么政策也是符合美国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国家制度如此，对，你没有必要去煽动仇恨，去针对一个个人。你要是有这个能量的话，你去用在动员选票，你下一次在选举上，没错，你打败对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战略的一个就是说选择。但是现在很多的媒体他会以为。他会自认为自己是在做正义的事情。我现在批判这个总统，他就觉得这是他的职责，就是他的思维就是批判性思维。那他看你的很多问题，你做的很多事儿，他就会专门去找你的不好的地方。
但是这些呢，它就会造成很大的矛盾。然后川普又是一个像你们说的，他愿意说这种就是说大家可能不是特别认同的话，所以这就给他招来了很多麻烦。结果很多媒体那就是顺势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很多人就无辜的这样被洗脑，或者说是被动接受了这些对他的这些污名化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一个社会现实。对，现在美国社会它其实反映出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通过选举的正常方式去竞争，而是通过这样煽动仇恨，甚至使用极端的这样的方式去针对一个民选上来的总统。对，就是背后呢体现出来他们对自己信心的这个崩溃。他们知道选举也许打不赢，而且他们很着急，因为川普正在清理这方面就是他们左派的意识形态留下的遗产。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正常的，历史上那每个总统主张不一样，他肯定不会完全去遵照前任的路线走，他一定是有自己主张的。那人家选上来了，那你就叫人家去做，这都是老百姓自己，美国人民自己投票选出来，对吧？但他们已经不能再容忍了，因为他们也许看到了自己如果再不行动，那也许他们的就没有未来。你觉得这次枪击事件它是一个孤立事件，还是说是背后有一些因素或者受人指使呢？看起来现在很难讲是不是有人指使，但是呢，它肯定不是孤立事件，因为这种仇恨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已经很泛滥了。你看，去年9月刚刚发生的查理·克克的刺杀事件，已经被刺杀了。然后就是一个和平的这种和别人去辩论、去这种演讲、公民广场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招来了这种刺杀。对，我觉得查理·克克是很明显一个例子，因为查理·克克他是一个以语言为武器的人，他也没有任何煽动仇恨，他也没有去给你说什么不好的就是说你不满意的政策，他只是说他想说的话而已。对，然后他一般和人辩论的时候，都是别人会先让别人把话说完，然后他再说。查理·克克其实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大学校园它太左了，而且左的是一种，就是说一种不讲道理。我不是，就是说中文圈和英文圈还不太一样。你如果中文圈可能有各种声音都有，但是英文圈，特别你在学校你收到的信息是这样，你如果打开 MSNBC 或者 NBC， 它就是每个人都在骂川普，就是特别是在2020年之前，那骂的是更凶，就是说你基本听不到另外一派的声音，然后就是这种情绪的宣泄，再加上部分扭曲的事实或者是川普的一些话，他就很容易去灌输到这种思想。然后回到这个枪击案本身，我个人反而认为这次枪击案是一个孤立事件，就是说它是一个孤狼事件。但是正是因为不仅这是一个孤狼事件，包括川普前几次也是孤狼事件，包括查理·克克也是。就是这些都是调查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发现过他和某些组织有联系，反而我认为这是最危险的。为什么？因为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之下，有很多人可能会有要枪杀或者置对方于死地的这种想法，而你不知道这是谁。如果是组织的话，你把这个组织揪出来，其实你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面临这个问题是你不好把它彻底解决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受到这种仇恨的煽动，或者他印象里觉得这个查理·克克是一个混蛋，是一个万恶不赦的人，川普是一个万恶不赦的人，那任何一个人他都有动机拿出枪来再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川普看到这第几次？第3次、第4次？第4次。对啊，第4次，这才几年时间，川普还有2年多的任期，对不对？2年之内的第4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很担心的一个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它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表达不同意见，那政治上的这个不同观点，我们就是用辩论的方式可以达成一种最终就是一个某种结果，和平的结果。但是如果你已经不满足于辩论，而是用这种暴力的形式去解决问题，那这个就是全社会就应该有一个正面的声音，特别是那些左派的媒体。左派的这个政治人物，他们这一刻必须站出来，去谴责这个暴力，才能够这个慢慢的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去反省。但这只是一次性的行动，那只是针对这一次，但是需要一个系统性的改变。那这方面呢，就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那这个呢，就需要左派的配合，包括民主党的配合。
其实我们看到纽约的这个市长马姆达尼，他很左哈，讲社会主义，然后他今天呢发了一个 X 短文，他说谴责政治暴力，而且为总统能够安然无恙，他感到欣慰，大概发了这么帖子。其实这是值得赞扬的。对，虽然有的人骂他说你很虚伪，因为你在幕后也许完全不是这么想的，但他这个公开表态是有作用的。他能够看到，就让很多左派看到一个迹象，就说这个社会我们能容忍不同观点，但是我们不能容忍政治暴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呢，现在左派的宣传里边就把这一点混淆了，就是你在不同政治观点之下，他如果没有足够的言论压力去谴责政治暴力的发生，那这种行为会越来越变得肆无忌惮。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嘛，对其他几任总统都没有，只有像里根和川普这样的想真正改变美国、要做些事情的人，才会引起这样的仇恨暴力。而刚才有一句话没讲完的，就是说，你看，就是说，在这样政治暴力发生的时候，它背后起作用的是这些左派人士。那么你想，你刚才提到马斯克，他自己发了个文章，发了个 X 短文，就讲到了，你说现在他们没有掌权的时候，他们都要这么做。那如果他们以后有了政治权利，在选举中如果胜利的话，那结果会怎么样？变成共产党这种绞杀异议人士，那川普不就变成李克强了吗？那所以这个事情是很严肃的，他已经不是那种原先的我们社会平等的，大家在为一个观点呢去 share 自己的 opinions。那其实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一场较量。但这个东西呢，并不是 Mega 这边希望如此的，但是呢，已经被这个对立一方呢看起来就是说在煽动它已经变成这种难以弥合的社会裂痕。但我当然 sorry 就是子丁刚才讲到，就是说川普也有他的责任讲了一些话，可能也煽动了这样的分裂。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他如果能够从这方面改善是有帮助的，但是他要是这个社会整个能够去反省的话，其实有些言论不至于说能够让你仇恨到要把这个人杀掉。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从整体上还是要全社会要去反思。但是现在一个问题是，你希望反思的人他会反思吗？对，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发生这个事情了。查理克克的事情，川普之前，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不会反思，他仍然会这条路上会走下去。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头疼，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了。那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特别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需要美国全社会的努力。就是刚才大宇提到那个，就是左派人士的这种就是协助，我觉得挺重要的。今天就是民主党的参议院的少数党的领袖，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哈基姆，他就上福克斯的节目，然后他上来就是说，我也是这种感谢，就是说。就是总统和夫人都是安然无恙的，这个就是让人很安慰。其次再说就是说这种就是其他的一些分歧，但是最开始的话是这已经是得到一种神的这种恩典就很好。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也是感觉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表态，你会带动一些人，然后你会看起来就是说还是属于善意的在竞争，并不是说就是这种撕裂的这种状态。如果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一种表现，更多的这种政治人物可以出来带动说这些话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这种扭转的方式。我觉得美国政坛它这个分裂，2016年到2020年是不断上涨的，然后从2024年开始，我认为这个趋势是在慢慢下降，或者是慢慢弥合的。因为他看到了边境的人确实是在减少，然后他确实是有一些让大家看到的，就是哪怕你是民主党人，你也很感激他把边境给守住了。就是他还是有一些大家公认的这种，确实是做了对美国好的事情。是，这是边境问题，但是明尼苏达那个事情也反正处理不是很好，导致后来内政部诺姆也。就其实我们。对这个问题，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是对于政治人物抱有100%的期待，但他不是一个完人，他的这个整个内阁就是20个人，他也不是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然后他可能有做的不妥的地方，可是这并不是造成叫大宇说的你去杀他的一个原因，这并不构成这样的一个原因。
对，其实现在有些人谈论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mental disorder。其实呢，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你没法跟他讲道理的，你怎么讲他可能没办法接受。不同意就不同意，不同意大家可以说一下，发表不同的观点，但是没有必要我就把你给打死呀。是啊，道理是这个道理。对，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很多美国民众就是2014年的中期选举。2014年，对，2014年的中期选举，然后呢，很多美国民众去投票，当时他就有很多人对共和党的候选人讲，就说，我们要投票支持你，就是希望你能够，去阻止奥巴马，这类似倒行逆施啊，或推他的什么奥巴马健保之类的哈。那他们就排成队去投票，结果当年2014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就拿下了国会和这个参议院，就众议院和参议院，就是奥巴马从那一年之后变成跛足总统，他一直到川普当选。那当时你看哈，保守派民众选择方式就是传统的，我用选票打倒你，没有人讲我要杀掉你，或者说他甚至连你看有些人他连想都不想，他就觉得我恨这个人，他就开始策划怎么行动。无论是巴特勒的那个 Crooks，还是现在的这个 Cole Allen，他都是先有仇恨，然后他想我要怎么样去这个干掉这个人，而不是说我用我的像查理·克克做的那样，我用我的行动，我说服更多人，然后在选举的时候我去这个打赢你。这是美国的方式。对。那他们选择的方式是我要直接杀掉这个人，极端。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在采取这样行动的人里边呢，很多是左派里边的非常极端的人。那这些人呢，我甚至怀疑他对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对于这种如何处理分歧的认知。对，我甚至怀疑，所以我看有些这并不是我的观点哈，我就说有一些保守派的人呢，他评论就讲说这些人有 mental disorder， 这是他们的说法了。他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让我联想到就是共产中共的一些东西，就是它本质上的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看中共间叫人民民主专政，什么叫人民民主专政？什么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既民主又专政？就是他叫说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那就什么是人民？当然，这个人民敌人他是划分的，也就是在他眼里就是说，如果你是我的敌人的话，我就可以对你专政，我就可以对你不择手段，我就可以在精神上消灭你，我就可以在肉体上消灭你。这个逻辑是贯穿在中共过去几十年的迫害行动中，包括每一次反右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把这些人迫害这么惨？因为你被划成右派，你是我们敌人。如果你是敌人，我们就不对你讲民主，我们可以对你使用专政手段，你就没有所谓的人权。所以人权在共产党体系中，它是一个非常没有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很弱的观念。它非常强调的是人民和敌人，我只要把你划分成敌人，我就可以对你无所不及。这是一个非常当然现在我观察到了一个它和中共还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说，你是我们的敌人，那我就想尽办法除掉你。那么我哪怕采用暴力手段，我也是可以合理化的，因为你是我们的敌人。对，这是我看到背后的这个逻辑链，而且是我不太喜欢的一个逻辑链。对，就是你说一个杀不完 ，OK， 我还有更多的就是战士冲上去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你如果观察美国这几年的现象，你会发现就是说，遭受暗杀的或者枪都是右派的人士，左派有，但是很少。就是说，因为我有时候会和左派朋友辩论，包括之前就是密歇根州有一个民主党的议员，被枪杀了，他是民主党的，但是整体而言还是共和党或者保守派这边遭受暴力行为的这个事件更多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美国社会去警觉的事情。然后再回到，因为刚才提到说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嘛，对，我觉得真正想要解决并且实践的做法就是 Charlie Kirk。 查理·克克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就是说这个国家就和你夫妻一样，如果你左派和右派不对话，就和你两个夫妻之间如果不对话不沟通，你这个家就散了。如果左派和右派不对话的话，这个国家就散了。所以他愿意做左派和右派之间对话的这个桥梁，这是查理·克克他的信念。他做这些
并不是去在辩论场上获得胜利或者是赢掉对方，而是说建立这个沟通的桥梁。我认为这是美国应该做的事情，有更多的人出来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桥梁，哪怕你是一个右派或者你是一个左派。对，包括美国有几个很有名的这个主持人，包括有个叫马勒的，他以前是偏民主党的，然后他是后来是，你也不能说他是共和党，就是他叫 politic incorrect， 就是他也觉得有些东西是很 bullshit， 很不对，可能有更多，包括伊隆马斯克以前是民主党，现在但是他很多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从民主党转到共和党以后，他表现出来反而更激烈。你看伊隆马斯克以前你可以说他是很温和派，但是在这个过去2年，包括大选，给人感觉好像是他好像是非常有表现欲，或者是什么样。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强烈的人，或者是一个想要争斗的人，而是他们从那个阶段过来，他们担心美国会变成一个他们不想要的样子，所以他们在试图努力去保护这个国家。太着急了。对，我觉得可能是找回信仰，可能就是两派弥合的这么一个唯一的一个出路。我觉得信仰，对，对于美国来说就是这一次川普就提到这个 Cole Allen， 他就是一个反基督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明确反基督的人。就是美国社会还是要去有这种就是信仰的这种传播信仰的这种环境。就是首先你有信仰，你知道与人为善。然后另外就是说有信仰的话，你可以跟别人去这种就是像过去的这种雅典大家一样，就是公民辩论的这种感觉，就像查理克尔做的这些，就是因为你觉得你和对方是平等的，然后都是神的子民，那我们有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在神的照顾下有这种就是不同的意见可以去分享，这就很正常。但是如果你觉得没有神管你，你做什么事儿没有任何后果的时候，你就会肆无忌惮的，你想做什么就会做什么，你想杀谁就杀谁，就是这种，它不光是 mentally disorder， 它是这种 physically disorder， 就是你完全是失序的、失控的一个状态，因为你没有一个规则，你没有一个约束，你不知道人生而为人，你该遵守的哪些规则是什么，你就觉得人生而为人没人管你，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变性就变性。可是你如果说是有一个信仰在的话，你知道只有男人跟女人这2种人种，就是它会解决很多的社会问题。对，其实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几步事情要做哈。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改革一下特勤局，让特勤局呢更有效率，做起事情呢要更让人放心，不然他还一直夸呢，昨天一直在记者会上夸特勤局，他肯定会赞美了，对。但是从他的支持者角度来看，就我看网上很多人都在骂特勤局，就是这个反应还是不够，所以我觉得这方面要加强。那另外呢，就是如何在平时像刚才子定讲的，我觉得还有你讲的说是信仰嘛，我觉得都很重要。一个是需要这个像查理克这样的人跟对方去对话，然后打开心结，但虽然说很难，但尽量这么做。另外一点就是你说信仰，这川普也在强调这一点。他甚至我听他讲，就有计划要开一个类似这样的信仰办公室，对，然后还有什么信仰大会之类的，去 promote 传统信仰，让大家回归这个美国传统信仰，对，这样让社区更弥合。但是说是这么说，但那些人已经在那，他本身就是反对传统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机制的，就是学校里你需要有这种祷告，集体的祷告，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一些宗教活动，你可以去看一些过去的这种电影。你要知道美国人。他就是立国之本是什么？就是有这种就是对神的这种敬仰。你如果有了这样的一种根基之后，你再去做一个正常的美国人，就很说得通了。可是你现在的话，你没有这种信仰，就很像大陆的这种社会，就是无神论。退一百步讲，就说就算你不去 promote 信仰，就在你的教育体制里边，你起码要告诉学生这个 political difference， 你不能用暴力去解决，而且你不能去这个轻易的去煽动对一个国家总统的仇恨。对，如果说他们能够像，比如说加州有一个法律，不是引起很大争议吗？孩子要变性，那父母呢是无权知情的，那教师都有权帮孩子保密，不告诉父母这孩子变性了。如果他们能像推广这个意识形态那样去推广，去反政治分裂、反政治暴力，那一定会卓有成效的。那全社会从媒体。到这个加州的学校，包括其他各个学校，整个教育系统，如果都能形成共识，我要集体谴责政治暴力。现在川普发生这事儿，克林顿、希拉里、奥巴马，然后哈里斯以及这个拜登，
还有这个左派的那么多大佬们啊，国会的也好，还是企业界的也好，都能站出来谴责，说我们社会坚决拒绝政治暴力。然后呢，从这个最高层面往下，教育部门、各州的教育机构都在普及，甚至要推广立法，反对政治暴力。对。然后呢，要告诉学生怎么样，要设立某种课程。如果他以这样的力度去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特别加州是最典型的，他推广某些这个就历史的这个修正论啊，他就把这个美国历史给改造。对。他这个在加州教育体制里边，他是不断的在推广，是老师一定要讲的一些课程上的内容。如果你把这样的谴责政治暴力的换成你要讲的这个课程内容，那一定会大有改善。那美国以后会，非常不一样。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恰恰是往反方向走，这样的撕裂越来越深，那带来的问题就像马斯克说的那样，这些人还没有政治权利，一旦他们下一次得到政治权利，那会怎么样？所以接下来面对的选举，那每一次选举看起来对保守派的人来说都简直是生死考验，就护城之战了。对，你如果输了，那下一次你看上一次川普就是说他连任，不管怎么样最后没有连任。那么这个过去4年间他受到过非常多的，按他的话讲叫猎巫迫害。那上一次是这样，那这一轮结束之后，如果再有一个仇恨川普的某个派别再掌权，或者有一部分权力，那会发生什么？那这些跟着川普做事儿的，那这一次他做的就这么猛，打伊朗啊，又这个对中共又是如此的这个，就是有争议吧？就是他会树立很多这样的负面的这个敌人，他更希望去打倒他，更希望打倒他的意识形态，以及跟他一起做的有可能接班这些人，可能都会很危险。所以虽然在美国社会谈这些有点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因为美国毕竟是法治社会，但是我们也不能小瞧这样的仇恨的泛滥，因为他的那种情绪会激化你很多行为。对，所以无论是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是今年吧，对吧？今年底中期选举，还有2028的大选，就往后每一次选举，如果这个根本的仇恨的撕裂状况不能改变的话，那美国前景确实是比较令人堪忧的。因为看起来并不是说，对不起，我就一句话，就并不是说这个川普在坚持这么做，因为他的理念受到很多人支持，才形成 MAGA 这个运动。所以就算川普之后，那其他人，我想也一样会有人继续坚持这个 MAGA 的理念。那这时候，那对方还是要这么做吗？所以这个撕裂可能会，如果不去想办法弥合的话，永远存在。是。我还是就着刚才大宇说的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再去这个机制方面去有一些调整。其实这个不光是说国会要有这种提案，然后各地方的这种政府要提案，其实这涉及到每一个人。这个议员提不提这样的一个案子，议员提不提在于民众你怎么去跟议员去反映，有没有给你的议员打电话，你希望他提这样的案子，保护你自己这个国家。是的，这是涉及到每一个人你要行动的，每个人都很重要。当你有足够多的这种量变的时候，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么多人关心这个事，他会去提完之后，可能就真的是很多议员都有共识，他就会通过这样的法案。通过法案之后是成为法律，他就必须要这么做。所以它涉及到每一个人都要去选择，你要怎么选？这个时候是选择这个沉默大多数，还是说你会成为一个你也像是你哪怕不是去公民广场，不是去大学校园里去辩论，但是你站出来，你可以做尽你的一份力，然后你把你的这个力使出去，可能它真的会成为合力。对，所以现在它是一个救国的行为，说大了点儿。说实话，我觉得川普政府也应该重视这一点，因为他要看到更远的这个影响。对，你知道这一次暗杀时候，就是刚才你没来，我跟子丁还说，我说你知道我昨天做了一个临时的节目，底下有观众就问我说这是不是政治表演？我当时看到时候我都觉得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大家都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氛围环境，所以你就会那么去理解，就会觉得哦可能是一种政治表演。但是你看像莱维特，他是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他5月就要临产了。如果说他真的是政治表演的话，他可以撤出，他不用挺这个大肚子，随时他都会有这种就是说受刺激，或者说对自己身体不好、对宝宝不好的这种影响。如果他真的是政治表演的话，他不用在场，他可以那个时候刚好不在。可是他当时面对了这样的一个惊吓，就是说他不是的，而是说就是但是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想？
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川普有这种仇恨的这种心理，有的人觉得不该去打伊朗，然后你把这个美国搞得这么乱，然后弄得两边钱也都没了，武器也都没了，就是他有很多这种事情，然后再加上这种整个社会这种氛围，就大家现在处于一种很纷乱的，但是好像有很多的矛头都是对向川普，真的是让我看到之后，我就当时心里有点难受。所以这样下去的话，对于川普来讲，他每次出现，压力还是蛮大，起码特勤局这边的维安压力还是蛮大的。你想他马上又要开始这个中期选举的这种助选了，又开始集会了，会不会再次发生巴特勒这样的事件？真的很让人担忧。就是他巴特勒之后，他前面都得有一个就是防弹玻璃是吧？是都有了防弹玻璃，而且进场的维安应该会更严格。美国它是一个民主社会，所以它的这种就是不那么严，它距离感它很，问题是现在仇恨的这个东西越来越泛滥。对是，所以我说信仰嘛，你哪怕是基督教，他圣经里可能说就是你爱你的敌人，你就不会对你的敌人产生这么大的仇恨，你就不会去杀了他呀。对。你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伸过来。就当你有这样的一种理念、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你哪怕跟别人意见不一样，但你不会做出过激的行为。它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有法律，法律能够约束一定事情，但是有的时候还需要道德。心法。对，还需要道德。但是你如果单讲道德是不管用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信仰。对。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道德层面就是，如果你失去信仰，你真的信仰这个准则的话，很容易形成一种虚伪，就是说，就是双重标准。他可能对自己或者对别人要求的不一样，他可能说表面的话。你看有很多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对，他批评川普都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都认为你看都是我在道德上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回归信仰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吧，但是今天这个刺杀事件，反正是对于美国来说是蛮沉重并且一个不好的，因为它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的。我们今天也讨论了很多关于这个美国的左右之争，关于道德上的一些事情。总之我们大家都希望美国社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很神奇的是，4次川普都躲过了。对。美国历史上这些刺杀，其实它都是在公开场合的发生的意外。你像林肯是看剧的时候，在福特剧院，肯尼迪是这个在外面汽车游行的时候，川普巴特勒也是公开演讲的时候，就往往这样场合就很危险。你看，说到肯尼迪也是实质上的爱国者，他当年做的事儿跟现在川普做的事儿其实也有相似之处，也没什么区别。当年的肯尼迪就是现在的共和党，虽然他是民主党，但是这个光谱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了。所以当年的肯尼迪跟现在川普，我觉得他俩应该会有很多共同语言。但是呢，你到肯尼迪、到里根、到川普都是这样的总统，会遇到这样的威胁。相反你有一些就是左派出来的总统，反而没什么事儿。你这样让我想到，就是我还是想说一下信仰，就是说。川普说，就是说，因为是神保佑他，就是上次那个耳朵那个，他就是突然偶然的这么扭了个头，所以就擦到耳朵，要不然的话就是正中他的这个，就是眉心嘛，他就没命了。所以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就是神突然就来了一下，他就是保下了这个命，就非常神奇。你难以用就是几率概率来去解释。然后你就看，就是里根当时说，他那个子弹打到距离他心脏只有1英寸的地方，他说神给他留下来这个生命。是让他去完成一些事儿，所以我也在想，就是川普他到现在躲过4次暗杀还能这样子，是不是他有未尽的使命？相信是这样的，因为他现在任期才刚不到一半，对，往后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其实何止是这个国际啊，美国国内有太多事儿他要做的，我相信他是有一个步骤的。像这次在海外他打这个伊朗。那么多欧洲国家都不帮忙，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有多重要，举足轻重。我们知道现在如果说中共有朝一日他真的要打台湾的话，他从策略上来讲，他绝对不会自己去仅仅去打台湾，他一定会想办法分散美国的精力。那目前为止，就是说比较有可能的情境，就是说他会打台湾，然后俄罗斯也会闹，
朝鲜这边可能会跟韩国闹，伊朗那边呢也会可能跟以色列啊、跟中东也会搞起事儿，尽量的去分散美国精力。这一旦这么做了，那就有可能让美国就是无法兼顾，最后呢，整个这盘棋可能就散了。那散了之后，那世界靠谁？靠欧洲吗？欧洲现在你觉得能靠得住吗？靠美国？对，靠美国。那当这个中俄朝一做大之后，那美国他一个国家又怎么样去跟他们周旋？那更难。所以现在呢，川普是举步维艰，他要一个一个各个击破，先委内瑞拉、古巴，然后伊朗，接下来朝鲜不知道会不会。然后俄罗斯现在呢也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潭，好在中共现在自己经济和内部整肃不停，所以也算是给这个美国呢一个喘口气的机会。对，但这个危机不可不想，危机随时可能发生，所以必须解决。那解决了国际上的，然后呢，国内这边呢也有很多事儿要做。我觉得川普肯定是有一个步骤的，所以中期选举之后，他后2年，我相信他力道可能会更大。但是那个是要保证，就是说国会是还留在这边，要不然的话很难做成。对，所以他不也讲了嘛，他也不看，他好像前2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说有的人觉得我怕这个伊朗战争打下去打久，对然后他就讲这个他也讲了，他说我不怕，这战争打多久都没关系。他说有的人还说这个我在乎什么选举哈，这就我都不考，他怎么原话我不记得哈，就是说他不会考虑那么多，那他反正是这么讲，不知道是策略上的还是说他确实心里觉得无所谓，因为川普有很重要的东西，他做事儿不靠深思熟虑。他靠的是直觉，他觉得这事该做他就做了，所以他真的可能没考虑中期选举，对，这是对他来讲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就是还是希望大家都跟我们留言分享自己的看法。我们也说了很多涉及到美国的一些传统价值的东西，然后现在的这些社会情况，很危急，因为很快就到中期选举了。对，就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就是说，既然华人观众嘛，华人都是希望有一个这种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样的一个社会，希望美国不要变成，就是逐渐的变成像中国那样，或者说是中国的前期，就是被慢慢的共产主义化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仇恨心理要怎么样去避免它？大家有什么样的好的观点，也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拜拜。